法国突然宣布加紧建造下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排水量高达 7.5 万吨，配备欧洲产隐形舰载机，性能远远超过英国的航母。法国和英国曾合作研制航母，为何最终分道扬镳？我们有请曹卫东老师为大家解读一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法国总统马克龙突然宣布，法国要加紧建造自己下一艘航空母舰。说法国为什么突然要建造下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呢？其实说来话长，因为过去的时候呢，法国和英国是都有航空母舰的。这个法国的航空母舰呢，应该说更先进，因为它是4万吨的这个核动力的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而英国当时虽然有3艘航空母舰但都是无敌级的这种2万多吨的小型的航空母舰，而且是常规动力的。这个当时呢，英国的航空母舰搭载的是海鹞这样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而法国的航空母舰上呢，搭载的是自己国产的阵风这样固定翼的战机，因为它是用蒸汽弹射起飞，而且上面还有美国的 E-2C 鹰眼这样的预警机，所以要从单艘航母的作战能力讲呢，实际上法国的核动力航母是大大的优于英国的航母。那么毕竟英法2个国家都是邻居而且呢2个国家呢都是北约的重要的成员国，所以呢建造下一代航空母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相似之处。第一，大家都需要；第二，大家都没有什么就是秘密可保就是你法国、英国，咱们都不用互相隔着谁所以呢，是不是可以合作一把？咱们合作呢，这样建同样的航空母舰，满足大家的需求。第一，这个设计费用可以降低吧；第二，这个装备建造的多了，成本可以下降吧？第三呢，这个通用性也比较好所以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所以当时呢，英国和法国就开始谈这个事情，但是没有谈拢。为什么没有谈拢呢？其实对舰艇的吨位，比如说5万吨这个吨位，就是即使都采用常规动力，大家都没有意见。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法国说这个舰应该在法国建。那么英国说我也能有建造航空母舰的能力，应该在英国建。这问题就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航空母舰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工程，上面不但有建造舰船动力，还有这种舰载机，还有雷达，还有导弹，那这个工程投入相当大，可以大大的带动自己国内的国防工业，可以大大带动自己的就业所以谁都不愿意在这个利益上做出让步，这就麻烦了。所以在谈的时候呢，翻来覆去的谈，大家谁都不肯让步，那只好分道扬镳。最后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呢？英国建造了2艘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这个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现在已经交给皇家海军了。而法国呢，迟迟没有建造下一艘航空母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就要退役了，那下一步法国不能没有航母你没有航母怎么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一旦这个北约出动的时候，英国出动了航母，法国没有，那怎么办呢？况且英国现在是退出了这个欧盟它没有退出北约所以呢，这个法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作为一个北约的重要成员国，它不能输在英国的后面所以它匆匆忙忙的做出了一个决定，就是继续建造航母。什么航母？核动力的航母。你看英国是常规动力吧，我是核动力。你是多少吨？6万吨。好，我7万5千吨，比你的吨位要大吧？你搭载什么飞机？现在是美国的 F-35B， 这是美国造的吧？我和德国造隐身的飞机，也是隐身的，跟你一个代，但是我们自己造，我不依靠美国。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法国的这艘航空母舰，特别是核动力的，它如果建造出来，基本上完全甩开美国。核反应堆它自己能造，舰体它能造，那么隐身的战机它准备和德国、西班牙等等国家联合起来建造。那你说它有什么不能造的？那除了这个就是弹射器以外
可能要从美国引进，其他的基本上不依靠美国。那这样一来，法国它独立性就更高，就是你美国卡着我，你卡不住，我全能造，我自己搞出来，然后呢，我搞得比你英国还好，所以它一个不依赖美国，第二个它要镇住英国，所以这就是法国为什么现在赶紧造核动力的航母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